前的很多节课呢，我们都在讲自由泳的平衡很重要，因为只有你先飘起来平衡了，你再去讲推进力。正常的人啊，它是受地心引力还有重力的影响。你在水里最基本原始的状态，如果你根本什么都不用费力啊，任凭自己在水里这么飘着，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视频，大家可以看到吗？正常的这个漂浮应该是只有你的背部，就是肩胛骨这一块，包括你的脖子、你的头、你的手臂、你的整个的这个腰部、臀部和你的腿，全部都是水在下面，好吧？大家可以看着这个视频。所以可见，你自然状态下是刚才视频里的这种状态。那你首先要变成平衡，平衡的话就像一个天平。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正常人的这个平衡的支撑点是在你的肺部。为什么？你刚才看视频里是只有这一块，自然漂浮不用力的时候，只有这一块是在水平，是在水面上的。那么这一块肩胛骨背部相对于前面的地方就是你的肺。那也就是说，你的整个天平来说，肺才是你的支撑点，并不是你看一个人飘在水面上，好像取中间1/2那个地方是天平的这个中间 ，no， 你的肺部是天平的，你的这个整个这边是头，这边是背部、腰部、腿部，对吧？那么长的腿，那你是这个地方是支撑点，那你怎么让这个天平平衡呢？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手臂要前伸了以后，让后面的腿部尽量飘起来？我们再看这个视频，这个才是真正的人漂浮的状态，对吧？那首先你就要先抬起你的胳膊、你的脖子、你的头部，包括你的手，都是去支持你这个天平的，去增加你肺部前面这一块的权重。所以大家要意识到一点，划重点啊，手在自由泳当中首先是去起平衡作用的。我估计大家之前都没有听过这个理念，但是你去分析你就知道，在自由泳的第一步平衡当中，手是去做起平衡，增加你肺部前面的这块权重的。这样的话，你人才能啪飘成一个水平的这个状态。每个人根据自身的这个身材比例啊，所以为什么在选材的时候胳膊越长越好？大家可能都以为胳膊长滑得远，其实最重要的还有一个这个原因，你胳膊天生长的话，你肺部之前的这半边的平衡的权重就多。你看你长了那么2-3公分比别人的手臂，那你腿部，所以为什么说到这个就讲到说练游泳游得好的都是腰长腿短，就有这个意思在里面，臂展长，腰长腿短，这样你的平衡天生就比那些手短腿长的人要好。我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真正我调整让自己飘成平行面的，在水中这个状态，我的平衡的点，天平的支撑点是在这个部位，对吧？那我们屏幕前的你们，大家看这边就是左边，天平的左边明显的权重很低，天平的右边有好长的一部分，包括我的腰、我的臀、我的整条腿，包括我的脚，都是天平右面的权重。所以我为什么说手臂第一步在自由泳里面是做起平衡状态呢？我要增加我左边的权重。包括之前我6分钟的视频讲的自由泳必修课，什么关于脖子，为什么下巴要低下去，哪怕增加这几毫米，对于这个天平的平衡来说都是至关重要。为什么我们说强调游泳那么强调肩关节韧带？你这一块如果放松很柔软的话，我这个部分包括我的那叫股三头肌吧，肱三头肌可以彻底的打开了以后，我就可以增加长度增加了我左边的权重这样我的平衡就会做得更好平衡做得好了以后，我的推进力才能再谈推进力，好吧？那么不是每个人在不打腿的状态下都能做到水中都能做到很平的，所以就需要我们的自由泳打腿，好吧？让我们这部分的权重跟
这部分左跟右相平衡。好多人之前跟我发那个视频，我说腿是发动机，哎，腿要好好练。有人就跟我杠，说根本不需要，我什么全静式，我就2次腿在后面拖就行了。大家今天学了这节课以后，你看你左边的权重那么高，右边左边的权重，你看你左边的这边权重那么低，天平的右边从腰、臀、腿，包括你的脚那么长一个长度。然后你再不去练打腿，不去体会什么叫髋关节带动大腿，你光靠2个胳膊拖着你整个的身体，腰部及以下，所以很多人为什么游泳游的都塌在下面，只看到这个大肩膀拱在这儿和这个脚面啊，他们就随便练打腿啊，小腿在那打，要么就是按照那些教练教的直棍打腿，上下都不协调，就不去体会什么叫边撞，就不愿意练，嫌枯燥啊！大腿带动小腿，你整个右边天平的右边那么长一段距离，你没有个支撑点啊，去支撑。所以为什么打腿自由腿要大腿带动小腿髋关节去练，好吧？你这个地方要有个支撑点的，要不然你这边的你总不能靠2个胳膊去拖动你整个身体吧？好吧，你练个打腿，天赋差一点的人2-3个月，天赋好一点的人1-2个月。你这个慢慢游泳的长路，2-3个月算什么？所以你要静下心来，不要急死了，什么都没想着练了就练啊，配合然后换气，老是喝水，要么动作就像在水里爬一样啊，腿也打不对，就不肯静下心来练，好吧？就想学什么全静式啊、沉浸式2次腿，你腿都打不好，你怎么做到呢？2个手臂把整个身体在那拖，这样游泳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那你还不如瞎游呢，对不对？好吧，下课大家知道腿有多重要，还跟我抬杠说啊不要怎么啊，随便你喽，你愿意听就听喽，好吧，下课。